近日，印度三军情报调查局掌握具体情况称，巴基斯坦正在将自己的导弹技术和核技术向土耳其转移，而作为交换，土耳其将承诺出兵前往克什米尔救援，帮助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。此前就有消息传出，克什米尔地区有土耳其雇佣兵出现，那最惨的就是莫迪了，很可能面临三线作战。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，现有核武器国家不允许扩散核武器技术，而且土耳其并不是省油的灯。近些年在叙利亚、利比亚战场上都有土耳其的身影，刚正面刚俄罗斯，也敢正面刚美国，并且有着极大的野心。一旦这种国家拥有核技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满怀野心表示，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还不是一两枚，但是我们不应该拥有核弹头吗？我不接受这一点。而土耳其最有希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，就是和其关系日益亲近的巴基斯坦。印媒指出，双方关于最近导弹和核技术合作最新发展是在去年12月22日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了高级别军事对话小组，双方在国防工业方面加强了联合生产和采购，比如巴基斯坦向土耳其采购武装无人机。印度军事人士认为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双方还交换核技术和导弹技术。巴基斯坦将快速进行追踪导弹技术转让，帮助土耳其建设离心机。联想一下，伊朗浓缩铀进展就曾引起美国多次制裁，美国肯定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土耳其坐拥核技术，这就像一个禁区，是不会被大多数国家所允许的，包括中国。如果这次巴基斯坦真和土耳其做了这个交易，这次连中国也救不了了。而印度称两国之间转让导弹技术威胁和平，激怒了西方大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。沙特正忙着和巴基斯坦脱离关系，并计划打击巴基斯坦。事实上，这看起来更像是印度媒体的一面之词，毕竟印度媒体是造谣小能手，传播这一消息能让巴基斯坦在国际舆论上处于劣势，甚至会被美国盯上。但从另一面看，印度拿土耳其当炮灰，可能会引起美国警惕，而从可能挡住土耳其核武器发展之路，必定也会遭到土耳其的报复。本来土耳其远在中亚，和印度没有很多纠葛，现在梁子结大了。在24日，中印在实控线附近举行第9轮军长级会谈。印度时报透露，因中方坚持不撤出，双方目前暂时无法就脱离接触达成共识。而在会谈前一天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强硬表态称，除非中方率先撤军，否则印度不会削减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兵力。他还透露，印度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加大基础建设，尤其是中方反对的。然而在几天前，印度却来指责中国越界建设亲人村庄，这本就是在中国藏南境内合情合理。有关印度什么事，自己还好意思过来反咬一口。而且在会谈前夜，印高层下了最后通牒。在23日，印度空军司令巴达乌里亚表示，已经做好了在东拉达克地区与中国一决高下的准备。这一点无论是在谈判中还是在前线上，都不会有任何妥协。而且他发言的时候正好和法国空军举行联合军演，法国出动了数百人，并且出动了多批战机助阵，这又让印度人自以为一旦发生边境冲突，法国会站在印度这一方，自己的阵营又多了一个战友，自然就更有底气了。但法国积极军演，无非就是故意挑起边境紧张氛围，好让自己多卖点武器给印度罢了。指望法国参战不可能的。除此之外，印度媒体更是在会谈前后爆出一个大新闻。在25日，多家印度媒体滚动式报道称，在3天前，中印双方部队在两国边境西金段发生冲突，双方都有损失。报道称，至少20名中方士兵受伤，而印军受伤4人，目前局势得到控制。对此，环球时报胡锡进表示，印媒这则报道基本上是假的，最近几天的焦点都在会谈上，双方肯定没有发生这种规模的冲突，而且如果冲突出现，伤亡情况肯定会有记录。然而解放军前线巡逻日志没有任何相关记录，因此断定印媒所说情况都是编造的。印度媒体的报道一向喜欢夸大、黑白颠倒，甚至直接编造谎言。此前加勒万河谷冲突，印媒称中方受伤108人，还装模作样公布了一份所谓的名单。在2019年印巴冲突中，印度也是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毫无底线。这种消息骗骗印度民众就得了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。在会谈前后，印度搞出这么多大新闻，首先是为了接下来的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，媒体不管真假，先抢占舆论优势；其次故意挑衅中方，向新任美国政府表决心。不过，他的言论还是暴露了印军假和谈真备战的战略意图。要知道，哪一次和平是谈出来的？目前已有多个权威媒体和机构科学研究显示，在欧美等多地新冠病毒出现的时间都要早于中国武汉。意大利亚米兰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发现，在2019年9月，新型冠状病毒就在意大利传播。
巴西权威大学研究发现，在2019年11月，巴西废水样本测出新冠病毒。意大利贝加莫省卫生机构发现，在2019年11月，意大利有110例疑似新冠病例。法国一家医院也发现，早在2019年12月，法国就收治一名新冠肺炎病人。在美国科学新研究发现，2019年12月，美国献血血样中出现新冠病毒。更早之前，美国的电子烟肺炎更是蹊跷。最近，俄专家为中国证明美国阴谋不能得逞。而在1月24号，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中，俄罗斯医学专家米亚斯尼科夫公布了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最新证据。他表示，目前很多证据已经表明，这种病毒早就在世界上存在，甚至早就开始流行。也许美国的大流感就包含这种病毒。但只有中国科学家认真负责向世界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存在。外界所谓的蝙蝠等野生动物导致感染的说法十分荒谬，根本毫无证据。而美国污蔑中国的行为十分可耻。而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中国武汉展开了第3次溯源调查，而最近新的溯源方向指向了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。中国外交部已多次点名德特里克堡基地，不少国家都在怀疑这个基地和新冠肺炎传播有关。该实验室是美国生物化学武器基地。蹊跷的是，美国在2019年7月却将其神秘关闭，至今都没有解释为何关闭。而且当时该基地附近的一家绿色春天社区爆发一种致命疾病，50多人发热、咳嗽以及肺炎症状，数人死亡。美国在全球25个国家部署了200多个军事生物实验室，遍布中俄周边国家。美国对这些生物实验室闭口不提，对德特里克堡基地讳莫如深，却慌忙地把这个病毒的污名扣到中国头上。虽然美国一直要求其他国家配合世卫组织调查，但美国自己却屡次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申请，甚至威胁断供世卫组织。后来干脆直接退出了，或许就是为了躲避调查。如果美国心里没鬼，又为何害怕调查？而随着事情真相逐渐清晰，美国也开始开稿。美国媒体大肆宣传中国阻碍世卫组织病毒溯源，而拜登再次加入世卫组织，指不定会是什么绊子。而俄罗斯也遭遇全国暴动，美航母战斗群也跑到中国周边挑衅。美国疫情恶化到这种地步，却还想着如何稳固其全球霸权。这种病毒，不管是什么疫苗都治不好的。